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乐财经，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。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股票分析。小鹏刚上市不久，我在8月底就买了它，原因仅仅是因为我错过了特斯拉 NIO 的暴涨。可是，在11月4日，花旗分析师设了小鹏的目标价格为34美元。过后的2天，小鹏马上就涨到了34美元。于是我花了2天去研究它的报告，来考虑短期内这些股票是否还可以买，会说到的公司还有未来。最后我推荐买的公司到底是哪一家？那让我们来看看吧。那我现在是最不看好理想的，原因是产品周期慢，直到2022年可能只有1辆汽车，加上有一些产品的问题，所以我就暂时淘汰了它。那为什么这些公司的股票会一直飙升？我们要先看看大环境。我看到有4个主要的催化剂。第一，汽车销量市场持续增长。中国的汽车更换周期大约为5年，在经历了2到3年的汽车行业低迷之后，中国汽车销量将会以 20% 的增长率在2021年到2025年的增长，这将会对新能源汽车的参与有所好处。第二，新能源汽车可以很快的降低成本，而且尤其是对于比较贵的新能源汽车，会比更便宜的更快的提高毛利率，这将会有利于他们的发展。第三，软件和自动驾驶服务的收入，这个收费服务的理念和 Netflix 每个月收费是一样的，这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收入。第四，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大，尤其是中高端汽车，这将会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整体利润率。之后，让我们来从多方面分析比较一下这2家公司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公司的理念。很多人都说 NIO 想的比其他公司更加长远，尤其是能换电的功能。而且，我非常认同先推出豪华轿车，以帮助提高公司毛利率和财务状况。未来的目标市场是比较高端的，所以 NIO 有着比较卓越的客户服务和用户体验，这会加强客户粘性，有一点像苹果。这将有助于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的名声。很多人会忽略小鹏的公司理念，我认为它也有着长远的计划，只是策略有一点不同。它先推出的是比较便宜的车款，虽然不会对财务方面有所帮助，可是如果更多人买得起小鹏汽车，从而提高销量，小鹏所收集的数据会比较多，这将会对它的自动驾驶软体有着极大的帮助。当你有着更多的用户时，就像 Facebook， 每位用户都有可能带来收入。广州市政府还投资了40亿人民币，帮助小鹏扩张工厂，从而使公司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迅速扩大产量。然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产品。NIO 的产品的优点是有着最豪华的车厢内置，价格当然也是最昂贵的，位于35万到54万人民币。NIO 的车辆可以换电，升级电池容量，每年都有着可提升电池容量的选择，这满足了不管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的要求。然后，高级轿跑风格的小鹏最大的卖点就是有着最强的续航力，价格位于23万到26万人民币。可是，由于小鹏 P7 和特斯拉 Model 3的产品比较类似，而 NIO 的策略刚好躲过了这一战，所以小鹏有着比较大的竞争风险。以产品周期来看， NIO 和小鹏都会在2021年底至少有3款汽车，所以比其他只有概念的公司更加强。
由于 NIO 有着比较高的产品价格，这将帮助其公司有着最高的产品毛利率。小鹏具有最佳的自动驾驶和软体功能的产品，公司拥有强大的内部自动驾驶和软体开发能力。目前，该公司已经在市场上的车辆安装了 2.5 级的自动驾驶功能，领先于大多数竞争对手，并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推出3级，这比竞争对手计划的升级更早。先进的技术很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客户。NIO 和 Intel 旗下的 Mobileye 也有所合作，所以我相信 NIO 的自动驾驶技术不会落后太多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两家公司的风险。第一，越来越多其他的品牌将进入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与他们竞争。第二，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削减会让消费者考虑声誉更好的其他品牌。第三，未能按时大规模地制造出足够数量的汽车。第四，产品质量的问题。第五，由于现在还是在烧钱的阶段，如果销售业绩大大低于公司的预期，并且成本超支，这将会造成资金流动性的风险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估值。花旗分析师给出这两家公司的目标价格，小鹏为 34.7 美元，NIO 为 46.4 美元。估值方法是大约10倍的 Price to Sales Ratio。那根据这个目标价格来看，我给出的建议是，短期内这两家公司都是稍微贵的，可是可以长期持有。这两家公司都有着自己的优势，我会在短期1-2年内更看好 NIO， 原因就是它不受到特斯拉 Model 3的威胁，以及其公司良好的声誉，克服风险比较低，更快的提高毛利率。可是如果你比较能承受风险，喜欢高回报，那就可以考虑投资小鹏。上周马斯克也开了个玩笑说420 is 10 times better than 42， 暗指特斯拉$420比未来$42的股价强10倍。于是我就突发奇想，比较了一下他们的市值。从这张图表可以看见，新能源汽车行业中，特斯拉的市值是蔚来的7倍和小鹏的16倍。在电商行业，亚马逊是阿里巴巴的2倍。在手机行业，苹果是三星的6倍，小米的26倍。长期来看，我认为当蔚来和小鹏冲出中国时，就会像阿里巴巴一样，和亚马逊的市值比较接近。你认为这些公司有机会像阿里巴巴或者三星接近其领域的龙头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。